这是梦中城，惊悚午夜场。第7章，怪事连连。啊！阿光突然坐起身子，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又是一个噩梦，这次的梦和前几次有点不太一样，说不上来那种感觉。唉，他看了看表，糟了，快上班了，我怎么睡这么晚？阿光赶紧起身洗漱，准备上班。阿光到公司的时候，已经快要演出了。罗子着急地跑过来问：“怎么了你？睡到这个时候啊？快准备吧，马上要上场了。”阿光急忙把伴奏放到 DJ 台，让阿健交代了几句需要的歌，就匆匆忙忙地换衣服去了。他到更衣室的时候，舞队几个女孩都在。阿光打开自己的更衣柜，无意间看了一眼旁边的柜子，依然是用一把老旧的锁头锁着。他一边换着衣服，一边问小英：“小英，你知道这个柜子是谁的吗？”小英看了看，说：“不知道，我们来的时候就这样锁着了，我们也没多问。这个柜子有那么长的时间没人打开。唉，别多想了，现在脑子里的事情已经够乱了。”阿光上场的时间到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阿光感觉还很好，但唱着唱着，阿光就感觉伴奏的声音越来越小。他回头看着 DJ 阿健，但是阿健好像一点都不在意，感觉就像没发生什么事情一样。阿光回过头看看观众，观众好像也没感觉到音乐越来越小，怎么回事？阿光正想着时，突然音乐声又恢复到原本的音量，吓了阿光一跳。他刚要唱，但这次他愣住了，因为在这音乐声中有个女人的声音正在唱歌。阿光立刻回头看向 DJ 台，他用惊恐的眼睛搜索着，没有人唱歌，但那歌声还在唱着。阿光突然想到，这歌声好熟悉，这不就是邓丽君那首老歌吗？怎么回事？他对着麦克风喂了一声，但根本就没声音。他想叫 DJ 阿健，但阿健和罗子正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。到了后台，阿光无精打采地坐在角落，心想：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伴奏出了问题？不应该啊！想着想着，罗子跑了进来，气哄哄地说：“今天怎么回事？唱得好好的，怎么停下来了？”阿光抬头困惑着看着罗子：“难道你没听见有女人在唱歌吗？”罗子愣了一下：“没有啊，我和阿健都很纳闷，你怎么唱到后面就不唱了，一直看着我们？哎呀，算了，你说你听见有女人在唱歌？对，我最近到底怎么了？”阿光痛苦地用双手捂住脸。罗子站在一旁，他不知道怎么安慰阿光，他只能拍拍他的肩膀，安慰了几句就出去了。直到下班前，阿光都一直坐在原位。快要下班的时候，小英进来了，笑嘻嘻的，还逗了阿光：“今天怎么啦？要见哪个美女啦？怎么连歌都唱不好了？”小英看阿光的眼神呆滞，没有反应，觉得好像出了什么事了，于是走过去，坐在阿光的旁边，轻轻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过了一会，阿光才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没事，你们先走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”哦，好吧，我们等小雨上完厕所就回家了。现在的时间已经是凌晨1点多，酒吧里的音乐已经停了，灯也打开了。就在这时，啊！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从2楼传了出来，所有人都愣了。阿光马上起身跑了过去。他跑到2楼的时候，罗子和阿健也刚好上来。眼前的一幕让他们目瞪口呆。舞队的小新坐在地上，双手抱着头，浑身发抖，像是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。而舞队的小雨躺在地上，肚子上插着一把尖刀。怎么回事？快报警，叫救护车！罗子喊着，所有工作人员都乱成一团。阿光也吓得发抖，他颤抖着走到小雨身边，看见小雨的表情非常恐怖，双眼睁大，嘴巴大大的张着，那眼神好像看见了特别恐怖的东西。阿光屏住呼吸，颤抖着试探了小雨的鼻息。他还活着，快叫救护车！阿光喊着。突然，小雨握住了阿光的手，死死地握着。阿光吓了一大跳。
周围的人也被吓得颤抖。小雨好像要说什么，嘴唇微微动了动。阿光马上把耳朵贴了上去。怎么？你说什么？阿光努力地听着，但小雨微弱的声音，再加上周围乱成一团的杂音，根本什么都听不清。阿光大喊了一声：“你们别吵了！”说完，顿时安静。阿光又把耳朵贴了过去。这时，他听见了2个字：“有鬼。”阿光点头表示听见，让小雨继续说。小雨又微微动了动嘴唇。惊？怎么？惊什么？阿光听见一个心字，马上看向小雨心脏的位置。没什么异样啊。小雨是肚子上插着刀，心的位置上什么都没有啊。这时，警察和救护车赶到了，他们先把小雨送到了医院。警察封锁了现场，把所有人都拦在1楼，谁也不准离开。阿光坐了下来，努力地思考着，心是什么意思？所有人都等着警察的询问。警察在简单的询问了一些事情后，有位警官来到阿光面前，很严肃地问道：“刚才那个女孩和你说了什么？”阿光抬头看着这位高大的男人，看上去很正气，但又有点沧桑的感觉。他在想，要不要把有鬼这2个字告诉警官呢？他们会相信吗？连我自己都不相信了，这很明显是人为的。于是阿光看了看周围，小声说道：“我听不清楚他说了什么。”这时有人叫了一声这位警官：“王队，可以了。”原来这位警官姓王。这位王队正用着审视犯人的眼神看着阿光，阿光则用无辜的眼神和他对视着。不一会，王队说了一声：“周队，把相关的人都带回去。”于是几位警员带走了阿光还有小新。阿光这才注意到小新，心想：刚才怎么不去问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真是笨死了。阿光看见小新还是浑身发抖，唉，看来就算问了也问不出什么。到了警局，阿光被王队直接带到询问室，才刚坐下，王队长就开门见山地说道：“这回可以说了吧？这个地方很安全。”真不愧是队长，这都能看出来。的确，阿光刚才看周围的举动是怕隔墙有耳，因为阿光认为小雨的事情肯定是人为的，不像是鬼魂所为。阿光小声地说道：“我说可以，但是你们不能不信啊，我说的都是事实。”王队看了阿光一眼，说道：“好。”于是阿光把刚才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这位王队长。说完之后，阿光看着这位令他佩服的警官，王队沉默了一段时间，才问：“你们上去的时候，那位叫小新的女孩就坐在地上吗？”“是的，我们上去的时候就看见她坐在地上一直发抖。”阿光回答道。不一会，老板熊哥来了，一看就知道熊哥和这些人处得很好，这些警察也对熊哥很尊敬。熊哥是来保释阿光和小新的。当熊哥看见王队长的时候，表情似乎变了，